你这臭丫头，就不能委软点儿？我不，师傅教我的玄学之道，贵在直指本心。那我收回那句话。你骗人！你说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，你至少能活500岁，还要带我吃好吃的。九九啊，生死有命，休要难过。师傅走后，你下山去。下山？我去哪儿？我不走，我要陪着师傅。你留在山上干嘛？喝西北风？师傅这辈子攒的棺材本都给你缝在棉袄里了，你下山去京城找你爹去。我爹？师傅不是说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我还有爹？有，你爹是个将军。将军？是不是比山下的县太爷还大？大得多。他叫沈重远，是当朝镇北大将军。当年把你送来的是他的亲信，他说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了，你爹在外征战，实在没法子养你，才把你托付给我。那我爹为啥从来没来看过我？他大概不知道你还活着。啊？当年那人说你娘没了，你爹在边关打仗，怕他分心，就没说你还活着。后来那人再也没回来，我托人打听，说是战死了。原来我是被忘在道观里的小可怜。可是师傅，我真的不想走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没有可是，九九，师傅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捡到了你。你是天生吃玄学这碗饭的人，但你也是个3岁半的小娃娃，你得有人疼，有人护着。别哭，哭起来不好看。记住，你爹是大官，你是大官的女儿，谁欺负你，就用师傅教你的本事收拾他。那收拾不了呢？收拾不了的就跑，跑得远远的，别回头。师傅，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有，九九，你这辈子最大的劫数就是你爹。你天生克爹，他天生克你，你们爷俩凑一块够喝一壶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所以我给你算了八字，改了命盘，从今往后不是克爹的命，你是你爹的福星。师傅，你行，你别丢下我啊！这件缝了银子的棉袄要带上，师傅的桃木剑要带上，黄纸、朱砂笔，还有师傅手写的玄术入门都要带上。师傅，我走了，我去找我爹了。等我把爹找着了，就带他回来看你，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吃的。我沈九九3岁半，正式下山找爹爹去喽！不疼不疼，师傅说过下山找爹不能哭。什么味道？好浓的血腥味。喂，你还活着吗？师傅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楼，看你快死了，我就拉你一把吧。谁救了我？你醒啦？是你救了我。对啊，你受了很重的伤，经脉断了3根，肋骨裂了2根，还有内出血。我用师傅教的续命术把你从阎王殿拉回来了，不过只能保你3天不死，3天内不找大夫治，你还是会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沈九九，3岁半。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萧景行。萧景行，这名字有点耳熟。算了，不重要。萧景行，你有钱吗？
什么？钱，银子。我要去京城找我爹，没钱坐马车。你穿得这么好，人长这么帅，一看就有钱，能借我点吗？等我找到我爹爹，让他加倍还你。你真的只有3岁半？真的呀，要不要看我的生辰八字？师傅给我写的，还有我爹的名字和籍贯，你看。沈重远，你是镇北大将军沈重远的女儿啊？你认识我爹？认识，不仅认识，还很熟。你爹沈重远是镇北大将军，镇守北境雁门关，手握10万大军。3个月前，北敌一来犯，你爹率军迎战，大获全胜。哇塞，我爹爹好厉害！可是什么？你爹打了胜仗，朝廷里有人说他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。皇上没下旨治罪，但已经派了钦差去北境，明伪考军，实为查案。所以有人要害我爹爹？是，不止害他，是想让他万劫不复。那你呢？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若是好人呢？那我救你就救对了。我要是坏人呢？那我就再把你打晕，送你回阎王殿去。你师父让你去京城找你爹？对啊，师父说让我去京城找他，让他养我。难道我爹爹不在京城？你爹此刻在北境雁门关，京城只有将军府，常年空着，你去了也找不到人。不对，师父从来不会错的。不对，我爹爹3个月后会回京城。你怎么知道？算的，师父教我的。我爹爹奉旨回京，路上会出大事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大事？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但卦象显示是大凶，是死劫。所以我要去京城，等我爹爹回来，我要保护他。我是他的福星，我不能让他出事。好，我送你去京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能去找我爹爹，我都答应。从现在起，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会玄术，尤其不能让人知道你能算命。泄密会给你和你爹带来杀身之祸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我答应你。拉钩。好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大混蛋。就这样，3岁半的我和浑身是伤的萧景行一起踏上了前往京城医馆。大夫见了萧景行的伤势，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你怎么伤成这样？”萧景行淡淡道：“遇上了山匪。”大夫不再多问，赶紧给他包扎上药。我坐在一旁晃着小腿，看着萧景行被折腾得龇牙咧嘴，忍不住偷偷发笑。笑什么笑？萧景行没好气地瞪我，我撇撇嘴，笑你怕疼？一个大男人包扎个伤口都龇牙咧嘴，丢不丢人？大夫忍不住笑了。小姑娘，你爹这伤可不轻，换你也疼。他不是我爹，我立刻纠正，他是我在路上捡的，你能不能别用捡这个字？萧景行无奈道。包扎完，萧景行在医馆躺了一天，我在旁边守着，没事就掏出师傅写的玄术入门翻看。萧景行瞄了一眼，问：“你认字会认？”师傅教的。我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师傅都教了你什么？”他追问，我掰着手指头数识字、算术、星象、八卦、奇门遁甲、符箓咒术、医术草药，还有做饭、洗衣服、补袜子。萧景行的表情从惊讶变成复杂。你才3岁半，师傅说我天赋异禀，学东西特别快。我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脯。师傅还说，要不是他走得早，还能教我更多。萧景行沉默片刻，轻声道：“你师傅是个好人。”是的，他是世上最好的人。我低下头，声音有些发闷。第2天，萧景行伤势好转，能下地走路了。我们去镇上雇马车，他掏钱时，我注意到他钱袋里银子所剩无几，便问：“你钱不够吧？”萧景行皱皱眉：“够到下一个镇子。”我想了想，从小布包里掏出黄纸和朱砂笔，铺在桌上认真画了一道符。这是什么？萧景行凑过来问。平安符，拿去卖，能卖5两银子。我头也不抬地说。萧景行嘴角抽了抽，一道符卖5两，你当别人是傻子？你才是傻子！我白他一眼，你去镇上当铺试试，就说这是玄清观老道长的亲笔符，我师傅的名号，方圆百里都响当当。萧景行半信半疑地拿着符去了当铺，一炷香后，他攥着5两银子回来，脸色像吃了苍蝇。怎么样？我笑眯眯地问。当铺掌柜看了一眼，
二话没说就给了5两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师父到底是什么人？玄清观掌门，道号玄清真人。我说，师父说他在世时，皇帝都想请他进宫当国师，他没去。萧景行沉默了。有了银子，我们雇了马车继续赶路。马车上，我靠着萧景行打瞌睡，忽然一阵心悸，猛地睁开眼睛，掐指一算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怎么了？萧景行立刻察觉异样，前面有危险，30里外有劫匪。我说，萧景行脸色一沉，你怎么知道？算的。我摸出桃木剑和符纸，别担心，我来处理。萧景行看着我这3头身小娃娃拿着桃木剑比划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说话。马车走了20里，萧景行让车夫停下，说要绕路，车夫却道前面是官道，从来没有劫匪，不肯绕路。萧景行正要发火，我拉住他的袖子，别绕路，绕路也没用，劫匪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萧景行眼神一凛，冲我们来的，你知道是谁？我又掐指一算，心里有了数，有人想杀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有人要杀你？萧景行沉默片刻，终于说实话，我是镇北军的人，你爹的副将，朝廷派人去北京查你爹，他让我进京打探消息，没想到消息走漏，没到京城就被伏击了。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你没说谎，那你为什么要送我去京城？你赶紧去办你的事才对。萧景行苦笑，我伤成这样，现在去京城也是送死，不如先把你安顿好再想办法。我歪着脑袋笑了。萧景行，我们做交易吧，我帮你摆平前面的劫匪，还帮你查清楚是谁要杀你，你帮我找到我爹，把我送到他身边，怎么样？萧景行看着我，想说我疯了，却又咽了回去。你真能摆平劫匪？你忘了我刚才给你续过命？我扬了扬下巴，我连阎王爷手里都能抢人，还怕几个劫匪？萧景行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了决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拉钩，你能不能别什么都拉钩？他无奈道。马车继续往前走，天色渐暗，驶入一片树林。我让车夫把车停在大树下，掏出符纸和朱砂笔，低头画符。萧景行在旁边看着，见我小手飞快，笔画稳得根本不像3岁半小孩。你画的是什么？困阵符。我说，等会劫匪来了，我把符贴在树上，他们就进不来。等他们困在阵里，我们再慢慢审。萧景行嘴角抽了抽，你确定有用？你等着瞧。1刻钟后，树林里传来马蹄声，10几个黑衣人围了过来，手里的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车夫吓得腿软，萧景行握紧剑，把我死死挡在身后。我拍了拍他的腿，他腰太高，我够不着，别担心，看我的。我把符纸往空中一抛，小手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符纸在空中炸开，化作金光没入四周树木。下一秒，黑衣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，明明离马车只有几步，却怎么也走不过来，互相踩踏，狼狈不堪。车夫目瞪口呆，萧景行也看呆了，这是什么？八卦困阵，师傅教我的入门阵法。我得意地晃脑袋，这些笨蛋要在里面转1整晚才能出来。萧景行看着阵里的黑衣人，又看看我，深吸一口气，沈九九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们轻松拿下黑衣人。萧景行审问后得知，他们是京城里某个大人物派来的，目的是阻止他进京。至于幕后主使，这些小喽啰也不知道。看来京城里有人不想让你爹好过。萧景行皱着眉说，那就更有趣了。我笑眯眯地说，我们去京城，把猎人揪出来。萧景行看着我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觉得这小奶团子笑起来比刀还可怕。接下来的路程还算顺利，我时不时掐指算吉凶，避开了好几波追兵。萧景行从最初的半信半疑，变成了对我言听计从。往左走，右边有埋伏，今天不宜赶路，在镇上歇一天。那个客栈老板面相不善，换一家。每当我说这些，他从不追问，直接照做。车夫好奇问我怎么知道，我说我是算命的，他只当我是小孩子开玩笑。经过大半个月赶路，我们终于到了京城。我趴在马车窗户上，看着外面人来人往的街道，眼睛都看花了。萧景行，京城好大，比你那个道观大多了。我那是道观，不是山沟沟。我气鼓鼓的纠正。马车在一条安静的巷子前停下，萧景行带我走进巷子，在一扇黑漆大门前停下，门上匾额写着裴府。这是哪儿？我问。我舅舅家。萧景行说，我在京城没有住处，只能先住这儿。我舅舅裴正清是翰林院编修，人很老实，绝对信得过。他蹲下来认真看着我，九九，记住，进了这个门，你就是我远房表妹，从乡下来投亲的。你不会玄术，不会算命，只是个普通乡下小姑娘，明白吗？还有你今年3岁半，该哭就哭，该闹就闹，别总装大人，太老成会惹人怀疑。知道了知道了，真啰嗦。我摆摆手。萧景行拉着我的手敲响大门，开门的是中年管事李妈妈。她看到萧景行惊喜的叫，表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老爷天天念叨您呢。李妈妈，好久不见。萧景行笑着说，我带了远房表妹来，家里没人了，来京城投奔我，想先在舅舅这儿住几天。李妈妈低头看到我，心瞬间被击中。哎呀，这小丫头长得真招人疼。几岁啦？李妈妈好，我叫九九，3岁半。我甜甜的打招呼，3岁半就这么懂事，真乖。李妈妈拉着我的手，走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萧景行在后面喊，李妈妈，你不核实一下她的身份？李妈妈头也不回，这么好看的小丫头，还能是坏人不成？我回头冲萧景行做鬼脸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裴府不大但雅致，院子里种着桂花树，墙角摆着兰花，一看就是读书人家。裴正清听说外甥来了，连忙从书房出来。景行，你怎么来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受伤了？受了点小伤，不碍事。萧景行轻描淡写，舅舅，这是我远房表妹沈九九，她爹没了，来投奔我，想先在您这儿住几天。裴正清蹲下来打量我，我也歪着脑袋看他，他面相正直，命格不错，虽官运不旺，但一生平安。裴伯伯好。我甜甜的叫了一声，裴正清立刻笑了。
好好好，小九九，正好我家小丫头也3岁半，让她跟你玩。她转头让李妈妈去叫小姐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粉色小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，扑到裴正清怀里，好奇地看着我。她是谁啊？这是九九，以后跟你住几天，你要好好跟她玩。裴正清说。小女孩走过来拉住我的手，笑得灿烂。你好，我叫裴元宝，今年3岁半。你会玩过家家吗？会，我点头。太好了，以前都没人跟我玩。裴元宝高兴地蹦起来。我们以后天天玩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暖暖的。师傅说的对，我虽会玄术，可也是个小孩子，在裴府住得很滋润。裴正清虽俸禄不多，对我和元宝却从不抠门，每天变着花样做美食。李妈妈把我当亲孙女疼，晚上还给我们讲故事。元宝天天黏着我，我们一起堆沙包、踢毽子、捉迷藏，虽幼稚，我却玩得很开心。萧景行也没闲着，白天出去打探消息，晚上回来跟我汇报。他在查2件事，一是谁伏击他，二是朝廷里谁在针对我爹。查到了吗？我坐在床上晃着小腿问，有点眉目了。萧景行压低声音，伏击我的人很可能是兵部侍郎周鹤年派来的，他跟你爹有过节，一直想扳倒你爹。我掐指一算，眉头皱起，这人命格很硬，不好对付，你有办法接近他吗？很难，他是3品大员，我一个副将根本够不着。萧景行说。我眼睛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我们让他主动来找我们，你找个靠谱的人，冒充算命先生，我教他说辞，只要算得准，名声传出去，自然有人找上门。萧景行犹豫半天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我试试。第二天，萧景行带回来一个30来岁的瘦高男人，名叫刘二，以前是镇北军斥候，腿伤退伍后开杂货铺，人很机灵。萧哥，你说的高人就是这小丫头。刘二一脸懵，就是我呀。我笑眯眯地说。萧景行面无表情，别看他小，真有本事，你照他说做就行。我仔细教了刘二几套说辞，还给了他几道符阵场面。刘二半信半疑地去集市支了摊子，挂幡写着铁口直断，一挂10两，虽贵的离谱，但第一天就开张了。一个卖豆腐的老妇人丢了儿子，刘二按我教的，说他儿子在东边300里，半个月后会托人带信。老妇人将信将疑地走了。半个月后，消息果然应验，刘二的摊子一下子火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刘二接连算准好几件事。王员外丢的牛在西边河滩，李寡妇的金镯子在灶台砖缝，赵秀才赶考能中。一时间神算刘半仙的名号传遍京城，有富家公子来砸场子。刘二按我教的，说他出门踩了狗屎，公子低头一看，果然如此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刘半仙的名号更响了，连朝中官员都开始打听。萧景行跟我汇报时表情复杂，你就不怕露馅？不会，我算的每一卦都是真的。刘二只是替我说而已。我吃着糖葫芦含糊道，周鹤年那边有动静了吗？我掐指一算，笑了。明天周鹤年府上的管家会来找刘二，你让刘二告诉他一句话。我凑到萧景行耳边嘀咕了一通，他脸色骤变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第二天，周管家果然来了，他40来岁，穿绸缎袍子，精明干练，走到摊子前问，你就是刘半仙？刘二不卑不亢的点头，正是。先生要算卦。周管家掏出一锭银子拍在桌上，我家老爷让我算算最近府上会不会有祸事。刘二看了看银子，盯着周管家的脸皱起眉，这位爷，您府上最近是不是有白事？周管家脸色微变，没有。那我算错了，这卦我不算了，银子您拿回去。刘二笑道。周管家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又掏出1块碎银子，说吧。刘二收了银子，掐指一算，贵府东南方向，3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。周管家脸色大变，你确定？确定，但有破解之法。刘二说，让你家老爷把东南方向的人都调走，3日之后灾祸自消。周管家急匆匆地走了。当天晚上，萧景行回来告诉我，周鹤年果然把东南方向的仆人调走了，自己也搬到了西边厢房。第二天夜里，东南方向的屋子塌了，房梁断了，要是没人调走，至少要死好几个人。不是我调的，是刘二。我纠正道。萧景行深吸一口气，九九，你真能预知未来？能，但只能看到一些片段，像雾里看花。我说，房梁断的是我看到了片段，不确定具体时间，所以说3日之内，这样无论哪天他都准。萧景行沉默良久，眼眶有些红。你师傅说的对，你是你爹的福星。我没说话，我还算到，屋子他不是意外，是周鹤年自己动的手脚，他在试探刘二的深浅，这意味着周鹤年很快会亲自找上门，而裴府却先出了事。那天下午，我和元宝在院子里玩捉迷藏，我数完时却找不到元宝了，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都没有。掐指一算，心里一沉，元宝不在裴府，被人带走了。我跑去找李妈妈，她起初不信，翻遍裴府没找到，才彻底慌了。裴正清和萧景行也赶来了，裴正清急得团团转，萧景行脸色铁青。九九，你能算出来元宝在哪吗？我闭上眼睛掐指细算，元宝在西北方向，离裴府5里地，被关在一间民房里，里面有2个人守着，外面有3个人巡逻。带走他的是周鹤年的手下。萧景行瞳孔一缩，他为什么要抓元宝？不是为了元宝，是为了你。我看着他，他知道你是镇北军的人，也知道你在查他，想用元宝要挟你，或者引你上钩。萧景行咬咬牙，起身就要往外走。等等，我拉住他的衣角，你就这么去？是去送死？那我也得去。元宝才3岁半，他眼眶红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掏出桃木剑和符纸，你忘了，我连阎王爷手里都能抢人，还怕几个绑匪？萧景行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们趁着夜色出门。萧景行拦下了想一同前往的裴正清，说人多会打草惊蛇。按照我算的方位，我们很快找到了那间偏僻民房，门口站着2个持刀的守卫。萧景行看了看守卫，又看了看我，怎么进去？你先别动，看我的。我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符纸，贴在地上，小手掐诀，符纸亮了
了一下，随即消失在夜色中。巷子口起了浓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，门口2个守卫揉着眼睛，没多久便迷迷糊糊靠在墙上睡着了。迷魂阵加安神咒，我得意地扬着小脸，他们得睡到明天早上。萧景行看着我，深吸一口气，沈99，你到底是什么做的？糖和香料，还有师傅的疼爱呀！我笑嘻嘻地拉他，走吧，进去救人。我们悄悄摸进屋子，堂屋连着几间厢房，元宝被关在最里面一间，门口守着2个人。萧景行指了指自己，示意交给他。我点点头，他悄无声息摸过去，手刀劈晕一个，另一个还没出声就被他捂住嘴打晕。我推开厢房门，看见元宝被绑在椅子上，嘴塞布条，眼睛哭红的像受惊的小兔子。元宝，我跑过去解开绳子，拿掉布条，他立刻扑进我怀里大哭，99，我好怕，他们好凶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拍着他的背轻声安慰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萧景行走过来抱起元宝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快走，别惊动巡逻的人。我们刚走出屋子，就撞上3个巡逻守卫，为首的人先是一愣，随即冷笑，我就说今晚安静，原来有耗子溜进来了。萧景行把元宝塞给我，挡在身前抽出剑，99，带元宝先走。我不走，我抱着元宝倔强地摇头，他急得皱眉，听话。我没理他，一只手抱元宝，另一只手掏出符纸抛向空中，符纸炸开化作金光罩住3人，他们瞬间动弹不得，定身符只能定1盏茶时间。我拉过萧景行的手，快跑！萧景行愣了愣，随即抱起我和元宝，撒腿就往裴府跑。回到裴府，裴正清看到元宝，老泪纵横地抱着女儿大哭，李妈妈也跟着抹泪，说若是小姐出事，她也不活了。元宝吓坏了，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，我陪着她讲故事，哄她睡觉。99，她迷迷糊糊拉着我，你会一直保护我吗？会的。我认真点头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元宝笑了笑，安心睡去。看着他的睡脸，我心里却不平静。周贺年这次没成功，肯定还会出手，我必须加快速度。第2天，萧景行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99，你爹回京了。我正喝粥，勺子哐当掉在桌上，真的吗？皇上召他回京述职，今天下午就到。我高兴地跳起来，粥洒了一身。李妈妈笑着帮我擦拭，瞧你这孩子，听说爹来了，高兴成这样。元宝也拉着我的手欢呼，99的爹爹要来了，太好了，让爹爹也住我们家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我爹是镇北大将军，怎会住别人家？可心里难免发慌，他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会不会不认我？会不会觉得我是骗子？萧景行看出我的不安，蹲下来安慰，别担心，你爹是个好人，他一定会认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是沈99，他认真地看着我，你是你爹的福星，他不会不认你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下午，萧景行带我去城门口等爹，城门口挤满了看镇北大将军凯旋的人，我个子小看不见，急得直蹦。萧景行把我扛在肩上，我才勉强看到前方，来了来了。人群中有人呼喊，远处传来马蹄声，一队骑兵飞驰而来，为首的大将身披银甲，胯下白马，威风凛凛，那就是我爹沈重远。他越来越近，棱角分明的脸上剑眉星目，浑身透着杀伐之气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萧景行把我放下，推了推我，去吧。我站在原地不敢动，爹骑着马经过，目光扫过人群没有停留。沈99，你天不怕地不怕，认了爹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给自己打气，深吸一口气，迈开小短腿冲进人群，大声喊爹爹。这一声传遍整个城门口，爹的马车骤然停下，他探出头，就看见我这个3头身小奶团子朝马车跑过来。爹爹，等等我！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冲到马车前仰着脸，缓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你就是沈重远。爹愣了愣，我是？你是谁家的小孩？看着他，我的眼眶忽然红了。我是你女儿，我叫沈99，3岁半。我师傅说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，你那时候在打仗，他们没告诉你。师傅养了我3年，前几天他走了，让我来找你。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不是委屈，是终于见到他了。城门口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交头接耳。爹的脸色从疑惑到震惊，再到复杂，声音发颤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女儿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掏出师傅给的生辰8字，这是师傅写的，上面有你的名字，你看看。爹接过黄纸，手都在抖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就在我以为他不想要我时，他忽然从马车上跳下来，蹲在我面前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哽咽着喊99，我的女儿。她的怀抱温暖宽厚，不像师傅的那样瘦瘦干干，像一座山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趴在他肩膀上小声说，我等了你好久。我感觉到他的肩膀在抖。堂堂镇北大将军竟在城门口抱着我这个小丫头哭了。萧景行站在人群里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沈将军，恭喜你找回宝贝女儿，爹带我回了将军府，这里比裴府大10倍不止，却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老仆人看门。99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他牵着我的手逛府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房间？爹爹让人收拾，我要朝阳的，窗户要大，能看到月亮。我说，师傅说我是阴时生的，要多晒太阳，多看月亮。爹的眼眶又红了。好，爹爹都给你安排。萧景行也搬了过来，他本就是爹的副将。裴正清虽舍不得我，却也知我是将军之女，不好挽留。元宝哭了一场，我答应经常去看他，他才破涕为笑。回到将军府的第2天，门房来报，
将军，安阳侯府世子周明远来访，我爹正陪我吃早饭。皱起眉，周明远，门房小心翼翼地说，是兵部侍郎周鹤年的儿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周鹤年的儿子，来者不善。爹放下筷子，99，你先回屋，爹爹见个客人。我不去，我要跟你一起。我抱住他的胳膊，来的是坏人，我更要保护你。爹哭笑不得，你一个3岁半的小丫头，怎么保护爹爹？你别管，我有办法。我倔强的不肯松手，爹无奈，只好带我去了正厅。周明远已在正厅等候，20出头，锦袍加身，长得不错，却眼神飘忽。沈将军久仰久仰，他拱了拱手，目光立刻落在我身上。这位是我女儿，爹淡淡的说。周世子来府中有何贵干？没什么大事。周明远笑了笑，听说将军凯旋，特来拜访，顺便帮我爹带句话。周明远压低声音，我爹说朝堂风向变了，将军若是识趣，主动交出兵权，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。正厅气氛瞬间变冷，爹握紧了拳头。周明远得意的转身要走，我忽然开口，等一下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仰着脸，你叫周明远？他低头看着我，笑了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沈99。我说周明远，你印堂发黑，3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。周明远愣了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这小丫头真有趣。沈将军，你女儿不光可爱，还挺会说话。他大笑着走了，爹的脸色却很难看，蹲下来问99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认真点头。3天之内他会摔断腿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算的，3天后你就知道了。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3天后，消息传来，安阳侯府世子周明远在城外跑马时，马受惊将他摔下，左腿骨折。当时我正在院子里跟萧景行学扎马步，他听到消息，手里的剑差点掉在地上，转头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像见了鬼。我点点头，我说过3天之内有血光之灾，这不就应验了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震惊，继续指导我。这消息很快传遍京城，镇北大将军3岁半的女儿预言周明远摔马，有人说我是小仙童，有人说我是妖孽，更多人好奇我的来历。爹听到议论，严肃地对我说，99，以后别再给人算命了，会给你惹麻烦的。可是我已经算了，而且很准，正因为准，才更不能算。爹眉头紧锁，朝堂上的人最怕未卜先知的人，他们会把你当成威胁除掉的。我不怕，我会保护自己，也会保护爹爹，你相信我吗？爹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，相信，那就别拦我。我认真的说，师傅说我的本事是用来帮助别人的，有人想害我们，我就用本事保护我们。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你师傅把你教得很好，那是我师傅是天下最好的师傅。我骄傲地挺了挺胸。周明远摔马后，周鹤年没来找麻烦，反而派人送来了请帖，邀请我爹和我去周府赴宴。鸿门宴，萧景行看完请帖，冷冷地说，我知道。爹把请帖扔在桌上，但周鹤年是兵部侍郎，他的请帖我不能拒绝，我陪你去。萧景行说，我也去。我举手，爹犹豫了一下，点头答应，去可以，但你要答应爹爹，不许乱说话，不许用你的那些本事。我乖巧点头。赴宴那天，周府雕梁画栋，富丽堂皇，周鹤年在门口迎接，笑眯眯的，沈将军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这就是恋爱，果然是美人胚子。周大人过奖。爹不咸不淡的回应。宴席上觥筹交错，周鹤年一直跟爹聊边关战事和朝堂局势，话里话外都在试探，暗示爹交出兵权，说皇上不再信任边疆，识时务就主动请辞。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周大人，我沈崇远在边关打了10几年仗，流的血比喝的酒还多，皇上若觉得我该退，我二话不说，但让我主动交兵权，做不到。周鹤年的笑容僵了。沈将军，你这话可就不好听了，不好听就别听。爹站起身，99，我们走。我正要起身，周鹤年忽然开口，沈将军，你女儿的事我听说了，3岁半就会算命，预言了我儿子的血光之灾，沈将军不觉得蹊跷吗？有什么蹊跷？爹冷冷地说，不过是小孩子胡说八道，碰巧说中而已。周鹤年笑了，沈将军，你信吗？爹沉默片刻，我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女儿才3岁半，什么也不懂。周大人把心思放在一个小孩子身上，未免太掉价了。周鹤年的笑容彻底消失。沈崇远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兵权，带女儿离开京城，否则怎样？我忽然开口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。我走到周鹤年面前，仰着脸说，周大人，你印堂发黑，七窍犯青，不出7日必有牢狱之灾。周鹤年脸色骤变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很快就要坐牢了。我重复道，你做的那些事，贪墨军饷，通敌卖国，陷害忠良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有人证物证。正厅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爹急忙走过来想拉我，99，爹爹，你别拦我。我甩开他的手。周鹤年，你以为收买北境将领做伪证陷害我爹，派人劫杀萧景行毁掉证据，就能高枕无忧吗？周鹤年声音发颤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说了，我会算。我笑了笑，掏出符纸抛向空中，符纸炸开化作金光，落在周鹤年身上。金光处浮现出一行行文字，正是他贪污受贿、通敌卖国的证据。一笔笔银子，一个个日期，一个个名字，清清楚楚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周鹤年惊恐后退，不是妖术，是玄术。我纠正道，师傅教我的显形符能显出你身上藏的秘密。我转身对宾客们说，各位大人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周鹤年是什么人，你们心里有数。正厅瞬间炸开锅，有人惊叫，有人议论，
有人往外跑，周鹤年瘫坐在地，面如死灰。爹爹，别发呆，赶紧让人通知大理寺抓人。我拉了拉爹的衣角，爹猛地回过神，来人，去大理寺报案。周鹤年被抓后，大理寺在他府邸搜出大量铁证，贪污受贿、通敌卖国、买凶杀人，桩桩件件无可辩驳。皇上震怒，下旨将周鹤年抄家问斩，全家流放，爹的冤屈得以洗清。皇上不仅没治他的罪，还赏赐了很多东西，特意下旨夸奖沈重远叫女有方，沈九九聪慧过人，特赐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接到圣旨时，爹看着我欲言又止。爹爹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我晃着小腿坐在他旁边，爹深吸一口气，九九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爹爹？我掰着手指头数，一件件数咯。爹无奈的摇头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我女儿，这辈子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爹把我抱起来，哽咽着说，九九，爹爹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在道观待了3年，都不知道你的存在。没关系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师父说不知者无罪。再说，你要是知道，说不定我也活不到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天生克爹呀。我笑嘻嘻地说，师父帮我改了命盘，从今往后我不是克你的命，是你的福星。爹愣了愣，随即笑了，对，你是爹爹的福星，所以你要好好对我。我戳了戳他的脸，不能凶我哦，每天给我买好吃的，带好玩的，晚上给我讲故事，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爹笑着答应。还有，我要学功夫，师父说我体质太阴，要多锻炼。好，爹爹教你。还要去裴府看元宝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好，爹爹带你去。还有，九九，爹打断我，爹爹有一辈子的时间陪你，不用一次说完。我看着他笑了，是啊，有一辈子呢，不急。半年后，京城大街小巷都在传我的故事，镇北大将军的3岁半女儿用玄术帮爹洗清冤屈，扳倒大贪官。有人说我是小仙童，有人说我是福星，可对我来说，只要有爹爹疼，有元宝丸，有萧景行教我功夫，还有师傅在天上看着我，就够了。